过去跟他们算账。你这个一肚子坏水的叛徒，你搞不清楚，明香是属于我的，你竟敢把账算到他的头上！我不是这样子的，我没有。你的用处到此为止了，我们俩倒是有笔账要算。我的脸！咱们快走，大着快走！快！哎呀，快走啊！拦住他们！大家听着，唐铁生一干人等，竟敢辜负皇恩，违抗圣命，下毒陷害不成，进而动武劫囚，还杀伤了公主。什么？你们好大的胆子！居然大逆不道，目无王法到这种地步！即便本府亲眼目睹，也难以置信一个小小县官竟敢如此胆大妄为。你不要以为皇上赐你尚方宝剑，你就可以目中无人、为所欲为了。你个肚子疼的糊涂官，赶紧回家吃药去！太子说什么你都信啊？啊，你比那颜知府啊强不了多少，将来你怎么死的，自己都不知道。你，家母说的没错，大人有所不知，这整件事情就是下官和太子之间的恩怨，是非对错，只有到皇上面前去裁夺。劝大人最好别淌这个浑水。放肆！放肆！你知法犯法，还敢口出狂言！就凭你这一句话，我就足够治你一个逆乱犯上的罪名。来人呐，在！给我把这一干人等通通拿下！是。这样纠缠不是办法，你先挡一阵，擒贼先擒王。知道。知府大人在我手上，大家通通住手，别再过来了。对，住手！刀剑无眼呐！快让出一条路来，等我们出去以后，自然会将大人释回。听见没有？让开！你让开！快让开！你吓唬谁呀？有本事，你动他一根汗毛试试！不，别！手下留情啊！殿下，你别再刺激他了，这是我的脖子啊！走，快点儿！过来！过来！挟持人质，却下不了手。是你夺妻陷害我的那个高官，一定是你！我看这回咱们是没救了。智生，快走！先生，走！冲进去又能怎么样呢？不，我要冷静下来。太子就是要把我逼上梁山，现在既然达到目的了，娘他们应该暂时不会有危险了。眼前只有赌一赌了，我就是拼着一死，我也要见到皇上，争个道理回来。你们好好保重了。
这个要你留下来，记得早晚换药。哎，事到如今，你也就别怨了。哼，我怨什么？反正那个杭铁生，他也讨不了好。他不进皇宫便罢，他只要敢踏进一步，禁军的弓箭队一定会让他死在乱箭之下。好，这好，这好，这好呀，这好，哎呀，啊，师爷，怎么了，师爷？燕青，燕青，慢点，哎呀，慢点，谁帮你打成这个鬼样子啊？要死了！不是我要死，是铁生要死了。哎呀，我真没用啊！我不能逃出去，不能救铁生，铁生这回真是死定了。你说什么呀？我们亲眼看着杭大人他脱身了呀！是啊，怎么会死定了呢？哎呀，怎么回事？你说话呀！是啊，怎么回事？铁生根本见不到皇上，他们一切都设计好，他们都安排好了。作为宫中的介印，就是埋伏了许多弓箭手，他们要先斩后奏啊！谢大娘，谢大娘，谢大娘，你醒醒啊！快醒醒啊！谢大娘，你醒醒啊！哎呀，怎么办啊？谢大娘，来人呐！快来人呐！我要见太子，快去传话，就说宁夏要求见太子啊！
谁让你们靠着他的？还不赶紧打开！是。滚！你不是要见我吗？现在已经见到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来是想要跟你谈一个条件，我愿意用我自己来交换铁生的性命。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不是想得到我吗？没错，你的提议确实很诱人，不过你的态度我不喜欢。那你想要我怎么样？我想你还没有搞清楚，我和宫中的约定只有格杀令，没有赦免令。如果你不想要杭铁生死的话，你最好再努力一点。求求你，只要你肯放铁生一条生路，我保证，我对天发誓，我会一辈子忠于你，属于你，永远都臣服在你的脚底下。你这个傻女人，你早就应该选择我，早就应该跟我说这些话的。作为我的女人，将来是要跟我一起坐拥全天下的。这个位子的魔力是让所有女人都趋之若鹜，不择手段在争取的，你懂不懂啊？我不需要全天下，我只要铁生好好的活着。很好，那就属于我吧。现在，你还是你，我还是我。除非你让我看到铁生还活着，否则你休想得到我。住口！你就不怕惹毛了我撒手不管了吗？我本来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既然如此，我只好到黄泉路上去找铁生。站住！我可警告你，你最好遵守你的诺言，不要玩什么花样，否则的话，我能饶过他第一次，绝不会饶他第二次。我说话算话，绝无虚言。好，我的马都是上等的好马，疾驰如风。我们这就出发，一路上换马，马不停蹄之下，我敢打包票，一定会当着你的面把杭铁生那条小命给救下来。那个时候，也就是你兑现诺言的时候了。
微臣杭铁生叩见皇上。皇上。万岁爷，万岁爷，万岁爷！怎么样了？皇上，您可醒过来了，真是急煞臣妾了。万岁爷想怎么着？那位姑娘呢？回父皇的话，她正在外殿等着儿臣。有了，在，还不快去？是，万岁爷别着急，奴才这就去请她进来见驾。快去！是。皇上，这是开封知府的奏折，皇上看过之后就会明白，臣妾为什么会私自调动禁军，在宫城内布置弓箭手了。朕心里的问号，岂止这一个？朕要一样一样的弄清楚。可是皇上……好了，朕现在不想听，行吗？宁香姑娘，请。宁香姑娘，快叩见万岁爷吧。我不跪不明是非的皇上。放肆！你向天借了胆子，竟敢如此大逆不道！来人呐！皇后，让朕和他说话。你说朕不明是非，何出此言？你有一位好臣子，尽忠职守，勤政爱民，为了公理正义，不惜得罪了您的儿子。上一回您能做到大公无私，伸张了正义，可是这一回您却受到了蒙蔽，任由他和那位江姑娘在竹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步步的把杭铁生给逼上了绝路。住口！你这个出尔反尔的女人，竟敢违背你对我的承诺吗？我哪里违背了？在我的承诺当中，并没有包括我不能在皇上面前一吐为快。你。住手！快住手！谁都不许轻举妄动！皇上，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话呀，他是个危险人物。你看过奏折就会知道，他也是乱党之一呀。没错，儿臣因为一时糊涂，喜欢上他，心软救了他一把。没想到他恩将仇报，反咬儿臣一口，是可忍孰不可忍！天龙，朕已经说了要你住手，难道你要抗旨不成？可是父皇，朕命令你现在就把剑放下。姑且不论他有罪无罪，就凭他接下那一剑救了朕，就足以将功折罪。朕要听他的申诉。父皇，你越相信他，也不越相信儿臣吗？朕没说不相信你，你可以说，他也可以说，杭铁生也可以说。你们统统说完了，朕自有定夺。天龙，殿下！天龙，殿下！天龙，殿下！你如此冥顽不灵，简直原形毕露，孰是孰非，何须再辩？根本已经昭然若揭了。万岁爷，万岁爷，万岁爷，出去！你们都给朕出去！别逼朕叫侍卫进来！哼！天龙，天龙，天龙！万岁爷，请息雷霆之怒，千万要保重龙体啊！杭铁生呢？回万岁爷话，杭大人因为擅离职守，直闯进宫，现在正被囚禁在大理寺中呢。去，传朕口谕，朕要召见他。是，奴才这就去。
这就去。民女临江，叩见皇上。要让你服气，还真不容易啊！啊！来，喝一口水顺顺气。对不起，临湘无状，请皇上恕罪。才刚刚享受了点温暖呢。怎么，觉得朕很奇怪吗？皇上对我完全不认识，又很清楚我怀抱着愤怒跟敌意而来。可是您不但支持我，还丝毫不防备我。您难道一点都不怕我对您不利吗？你对朕一无所知，却能奋不顾身地替朕挡下一剑，本性如此善良，朕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哎，皇上，小心呐，先歇会儿吧。你在家中一定常常这样照顾你爹吧？令尊真是好福气啊！我没有爹。哦，我娘受伤以后就失去记忆了，所以关于我爹的一切完全都是一片空白。我从小和我娘相依为命，在白云观里长大。寡母孤儿，真是为难了。那么，背后更要有后盾了。后盾？对，不要怕，往后，朕就是你的后盾。天大的事儿，都有朕顶着。不必谢恩了。临湘叩谢皇上。真的不必叩谢，包围着朕的虚假太多太多了。你不会了解你的纯真自然，让朕感到多么的温暖。来，现在告诉朕，你怎么会出现在皇宫里呢？我是为了挽救铁生的性命，迫于情势，答应用自己作为交换。于是太子殿下才肯带着我快马加鞭地赶回来。说下去，把在竹山发生的一切，统统都告诉朕。有雨山顶着，你们再帮帮腔，把父皇的气给消了。然后我再从头来过，重新设计。哼，杭铁生这票人，我就不信摆不平。先是严冠国，现在是雨山，接下来再出纰漏的时候呢？你预备牺牲谁？我吗？奶娘，不要叫我！你这个绝情绝义、心狠手辣的无名小卒，你把一切全都给搞砸了！你还有什么资格拉着我的雨山去做垫背？他凭什么要替你这个冒牌货去牺牲？啊，奶，你不要阻止我！不要阻止我！眼看天都要塌下来了，我还在乎什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忍受他的愚不可及？你还看不出来吗？我们这是在养虎为患，所有的心血都已经白费了。他根本就是天生反骨，他是代替他娘来报复我们，来毁灭我们的。你们在说些什么？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你
真的想听吗？你真的敢听吗？好，那我就告诉你我们在说些什么。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太子，不是太子。真正的龙种，早在20年前给偷天换日了。你做梦也想不到，流落在外的龙种就是宁香。至于你，你从头到脚没有一丝一毫是真实的。你真正的身份，就像一只蚂蚁一样的卑贱，是我们让你翻了身，甚至要助你登上巅峰。可惜，贱种就是贱种，你没这个命。过得好好的路你不走，偏要自作聪明，把你的天敌、你的克星弄来找死。你还在自鸣得意，什么从头再来、重新设计，你简直是痴心妄想。哼，你根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母后，你告诉我，他说的不是真的，他说的统统不是真的。你为什么任由他胡说八道呢？母后，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的娘，这不可能是假的。母后，你告诉天龙，他说的不是真的，他说的不是真的，是真的。阿南说的都是真的。你不是我的儿子。我也不是你的娘。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真没想到，所有的忏悔，诚恳的赎罪，宽宏大量的种种。皇上对铁生的一片殷切期望，臣心有余而力不足，臣辜负了圣恩，罪该万死。此番甘冒大不韪，不顾一切的直闯进宫，为的就是要见皇上一面，亲口辞官请罪。皇上，臣斗胆直言，要臣为这样的太子效命，臣宁愿现在对不起皇上，也不愿意将来对不起天下万民。至于皇上的圣旨赐婚，臣更是万万不能接受。臣不要官位名利，不求飞黄腾达，只求抚养无愧于天地。如果臣冒犯了皇上，皇上要臣以死谢罪，臣不敢不死。可是宁香姑娘母女，臣的母亲，还有师爷陆彦卿，他们被冠上了谋反的罪名，那根本是子虚乌有，蒙冤不白。还请皇上圣断，还给他们清白和自由。那么臣虽死亦无憾。不，你不会死的。我们不是已经一五一十地向皇上说清楚了吗？像我这么渺小的一个女子，皇上都会支持，更何况你是皇上那么重视的人呢？你对朕的信心，居然还不如宁香。皇上，好一个宁愿现在对不起朕，也不愿将来对不起天下万民。在太子和好官之间，朕宁愿选择一个好官。杭铁生，你听着，朕绝不允许你辞官。至于赐婚一事，
宁香已经把你们的故事都告诉朕了，他对你已经是情到深处无怨尤。为了救你一命，他甚至不惜把自己当作交换的条件。原来如此，你答应太子，用你自己来换我一命，所以你们才会及时出现在皇宫，是不是？我当时别无选择，只要是能救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会愿意啊。宁香，宁香，情有独钟，情有独钟，真情可贵，就在于那份唯一呀。看到你们这样一对有情人，朕怎么还忍心为难呢？朕会收回成命的。臣叩谢皇上。有了，是奴才在。传唤天龙，朕倒要听听看，他怎么跟朕交代。万岁爷，太医嘱咐的药这会儿已经煎好了，您还是先喝了它，歇口气。快去传天龙！是，这就去。我身体里面流的不是皇室的血，而是他的血。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嘿！不得了了！你乱什么呢？怎么回事啊？启禀万岁爷，太子闯进进宫里去了。有了，有了！是奴才在，还不传教？传教，传教，快传教！什么？他闯到进宫里面去了？娘娘，事到如今，咱们得赶紧拿个主意啊！拿主意？这个时候，你让我拿什么主意啊？哎呀，话不能这么说呀。所谓事到万难须放胆，这会儿一定已经惊动了皇上。皇上势必会离开寝宫前去进宫，这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呀。这，哎呀，娘娘，这可是最后的救命丹了，而且我也不敢担保一定就能成功。所以娘娘，您现在就赶快赶去进宫，尽你的全力压住情势，压得住，我们就还有喘息的机会。万一事情爆开了，你最好祈祷我一次就得手，否则我们就全都是个死啊！哎呀，别想那么多了，蒙着头往前走就是了。快去啊！快去！快去啊！
把棺木复原。是，快动手啊！快！天哪，怎么会弄成这样呢？天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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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你天龙，你父皇来了，快振作一点，我会帮着你的，快点！哎呀，你干什么呀你？天龙，你怎么了？天龙，天龙，你说对了，她真的是我亲娘，我试过，我把手给割破了，让血滴在她的骨头上，结果全都渗进去了。真的有地下人间这回事，真的有。天龙，你说，你为什么会闯到这来，做这么荒唐的事？皇上息怒，皇上息怒，臣妾可以解释，这都是因为臣妾回宫以后责问天龙，结果他坦诚不讳，一切都是他和羽山为了跟杭铁生和宁香争风吃醋而设计陷害他们的。臣妾实在是太痛心，太失望了，一时冲动之下，才痛骂他不是我的儿子，而是容妃所生。天龙大概是受不了这个刺激，一时冲动之下，才跑到这儿来求证的。哎，天龙，母后收回那些残忍的话啊！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儿子，可你是皇室唯一的血脉，是你父皇唯一的儿子啊！来，天龙，振作一点，向父皇认个错啊！来，快点，来啊，天龙，来，快向你父皇认错啊！来，跪下！无生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你太对不起朕，太辜负了朕，却一点都不知惭愧，反而胡乱迁怒，竟胆敢跑到这来骚扰你生母的棺柩，侵犯她的尸骨。皇上息怒，皇上！你住口！朕没有你这种虚伪作假、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儿子。来人呐，在！立刻将天龙拘禁于东宫之中。明天，朕就当朝宣布废了太子。皇上！开封知府一旦回京，再将他和云山两人一起送交大理寺，一处论罪。是，遵旨。皇上，哎，天龙，皇上，臣妾求求皇上！不要以为朕不知道，你和阿南都有份儿。太子也好，皇后也罢，朕统统都要追究。皇上，启禀万岁爷，开封知府已经到京。好，终于回来了，这就传朕口谕。万岁爷，奴才求求您了，千万不要再硬撑啊！身子骨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皇上，这一波接着一波的刺激，已经让您心力交瘁了，缓口气吧，一切等明天再追究也不迟啊。皇上，请您不要再折磨自己了。虽然太子的所作所为令人痛心，可是您不是只有他一个孩子啊。所谓子民，我们不都等于是您的孩子吗？看到您这样自责，我们真的很着急，很难过。明香斗胆，可不可以请您也联系联系我们，为我们多多保重啊？
亲生的儿女，那该有多好啊！她是啊，她的的确确是您亲生的女儿啊，万岁爷！万岁爷，万岁爷，皇上你怎么了？皇上，快让皇上用药吧，耽搁的够久了。让我来，我常常照顾我娘吃药的。哎，慢着，小心为上，奴才还是先试试吧。这样吧，待会儿朕写个手谕，让你和宁香可以顺利地进入开封府，叫你们二人的母亲宽宽心。你就再委屈一个晚上吧。多谢皇上，设想得如此周到。皇上放心，他们不会委屈的。我和铁生会整夜的陪伴他们。今天发生的一切啊，就是聊上3天3夜都聊不完呢。宁香，别动。不是说，就像朕的女儿一样吗？女儿为父亲吃药，还需要身份吗？等这场风暴过去，我要好好跟万公公沟通一番。也许，皇上真能找回一个女儿呢。公主请，下官这就护送公主回宫去。请。开封知府接旨，奉皇后娘娘口谕，此3人密谋造反，联手毒害皇上，罪大恶极。我们是无辜的，毒害皇上另有其人呐！反了，反了！公主最好赶快回宫，和皇后娘娘及江夫人好好言商，也许皇上还有补救的机会。否则，一旦真让太子掌权，以他的心性之阴狠，你们受害事小，贻害万民事大呀！玉山姑娘，你应该明白我们的意思，你自己已经深受其害了，所以千万不能帮他呀，否则你会害死天下的老百姓啊！反了，反了，真是反了！这2个人满口谎言，一个字都别信他们的，犯下了偷天大罪，还敢在这儿大放厥词，真该千刀万剐！到时候，哼，我会去亲眼看着你们2个人头落地的。
千刀万剐，我该千刀万剐！我为什么要这么怕死？为什么要这么优柔寡断？如果早一点把真相说出来，就不会发生今天这种惨剧了。皇上，有了对不起您，我该死，该死，真该死！你们何止是该死，简直是罪该万死！来人了，在，快拉下去！去！万公公，万公公，万公公，走了！阻止他们！快阻止他们！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快阻止他们啊！天龙不是天命归一之人，他们心里有数啊！逆天行事是会遭到天谴的。公主，我劝您不要相信他们的风言风语，下官护送公主回宫吧。李生，你怎么样了你？万公公。哎呀，铁生，燕青说经理已经布下了万箭穿心的陷阱，在等着你呢，我都快急死了。娘，我现在没工夫，待会儿再跟你说。万公公，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天龙不是天命归一之人？你隐瞒了不可告人的真相，对吗？而这个真相跟宁香和万公伯母的身份也极有关联，对吗？天哪！天哪！柔妃娘娘，真的是你！当真是你呀，柔妃娘娘！你这声柔妃娘娘喊的实在太迟了。早在会馆里，我向你试探询问的时候，你早知道万姑就是柔妃了，对不对？是，可我不能说啊！这个秘密牵连深广，关系太重大了，我实在难了，好难呐！再难也难不过现在了，公公，您就全盘托出来吧。20年前，柔妃专宠于后宫之中，遭到皇后妒忌，陷她于死罪。幸亏当时发现她怀有身孕，皇上便特赐免死金牌，坚持将她软禁于宫中，等她孩子出世在夜。可皇后处心积虑，他哪肯就此罢休？于是，我便串通了一个叫花蕊的宫女，合力设法营救。花蕊，这些年来，娘一直喊着这个名字，原来是个宫女的名字啊！她就是天龙太子的亲生母亲啊！天哪，你是说，躺在进宫那副棺柩里的，其实是花蕊？当时，花蕊引火焚烧庆宫，自焚而死，这样才能让人无法分辨容貌。而我趁乱将柔妃送出了皇宫，没想到花蕊她竟然在棺柩里面拼着最后一口气，把孩子给生了下来了。那柔妃呢？她后来怎么样了？几天之后，我赶到后山上找了又找，却在一个悬崖边上发现了娘娘的鞋子。
悬崖边上。对呀，吴尘师傅就是在悬崖边上找到我们母女的。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们会大难不死。我只是万念俱灰，原本一片忠心，想保护皇上心爱的人和可能是唯一的根苗，可谁知道竟会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我还能跟皇上说什么？还有脸说什么？这真是我的故事，我的人生吗？可是我什么也记不清楚啊！哎呀，这是老天爷疼你啊！就因为你忘了，才能平平静静的过日子，不受那些悲惨遭遇的折磨呀！可是老天爷不会忘，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所以让我一开始就纠缠上天龙，后来又遇到宁香，好像无形之中有一只巨掌，不断把我们朝宫中推去，无非就是要让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啊！陛下，没有天理，皇上和我一度是那么的接近，近在咫尺，却是骨肉相逢不相识。而今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说啊？皇上他怎么了？他到底怎么了？他被皇后他们毒害，当着我们的面前痛得满地打滚。我不知道他是我爹，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不会离他而去。娘，孩子，这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太懦弱，太畏首畏尾，太贪生怕死了。最不可原谅的，还错估了他们那帮人的心地。他们连皇上都敢下手啊！公主，娘娘，有了对不起你们呐！万公公，死又能解决什么呢？江夫人和皇后的罪行，万姑和宁香的身份，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将来你是唯一的见证人呐！将来，哼，瞧你说的，难道咱们还活得到将来啊？不坚持到最后，你怎么知道不行啊？对，咱们跟他们拼了，谁都不许投降。万公公，尤其是你，最没有资格投降。是啊。皇上，这真是太不幸了，不是吗？哎，太医说您因为操劳过度，口不能言，四肢也瘫了。哎，真是太可惜了。天龙，你想废了我，却先把自个儿给废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换做常人，他不疼得满地打滚才怪。这可做不了假。娘娘您就放心吧，他已经是个废人了。你别跟我吹胡子瞪眼睛的，你早就应该一命呜呼了。要不是阿南下药下得太小心，只是把毒药抹在壶嘴上，虽然是让人防不胜防，可是效果呢，就大打折扣。做你的皇后吧。你还要我嫁给天龙啊？你很厌恶他是不是？可你喜欢的那个杭铁生，他又对你好了吗？把眼光放开来吧，眼前这一切全都是假的，只有姑妈我对你才是真的。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假以时日，你将尽得我的真传，一辈子受用不尽，明白吗？你真的对我好，对我真吗？还是你不过需要一个人来延续你的野心罢了？在这世上，竟没有一个真心对待我的人吗？行啦，别瞎操心了。天龙脚底板有几根脚毛，我可是一清二楚。在承受了那么多的冲击之下，他这会儿不是在酒香，就是在温柔乡里麻醉自己。他没那功夫，也更没那脑筋去作怪的。殿前司、侍卫步军、侍卫马军，你们这些三衙的统领们，都听明白本王的话了吧？宫中发生这种巨变，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晴天霹雳。正因为太突然，太叫人措手不及，明日早朝，难免会有人激动异常，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本王之所以召见各位，就是为了大局着想。为了稳定朝野人心起见，本王迫切需要各位的鼎力支持。既然皇上也有上位之意，那么殿下就是未来的新君，属下们自当戮力效命，绝无二心。属下们效忠殿下，绝无二心。好，很好。你们的忠心不二，本王会谨记在心，将来一定不会亏待各位。不过，为免节外生枝，本王有个小小的要求。殿下请说。把你们掌兵的令牌暂时交由本王保管，各位意下如何？就当这是一种互信的方式吧。肯尽心办事的，本王一定会放在心上。时候到了，令牌自然交回，另有后赏。如若不然，那令牌就指不定交给谁了。启禀殿下，密函依照名单送达各大人的府中，他们全都回话支持殿下。怎么，很意外吧？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是聪明人的话，不必等到未来才是本王为君，现在就是。皇后娘娘，太子殿下驾到！臣等叩见皇后娘娘、太子殿下。众卿平身。谢皇后娘娘。众卿一定觉得奇怪。为何皇上今天不上朝？是啊，为何皇上不上朝？哀家现在要宣布一个不幸的消息。为什么呢？
昨天下午，皇上突然病发，中风无法动弹了。皇兄中风瘫痪，怎么就这样？真叫人难以置信啊！相信大家也早有所风闻，备受皇上青睐，前不久才盟主隆恩赐婚金兰公主的竹山县令，竟然恃宠而骄，逆乱犯上，一路从竹山闹进京城里来了。皇上为此大发雷霆，痛心疾首，已感到不适。再加上平日积劳成疾，到了下午就再也支撑不住了。皇兄昨天下午就发了病，受着苦，臣弟竟然什么都不知道。父皇病情来势汹汹，大家乱成一团，自是以抢救为第一优先，实在无暇顾及其他。何况就算是通知了皇叔，也于事无补，只是多一个人忧心罢了。身为手足，骨肉相连，忧心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本王的权利。昨天举明太医是谁啊？臣在。快说，皇上现在究竟有多严重？回庄贤王的话，皇上现在口不能言语，全身也都瘫痪了。庄贤王，庄贤王，皇兄，皇兄！庄贤王，不要太伤心了。遭此巨变，哀家已经支持不住了。国家大事，辅佐新君这千斤重担，还要靠你来撑着呢。辅佐新君？皇上清醒之后，已经决定下诏禅位了。下诏禅位？众臣听旨，臣等领旨。臣等领旨。御廷臣，朕忧劳国事，至因顾及，自知大限将至，不得不弃天下臣民，幸而有子，皇座不袭。朕决意禅位于天龙太子，群臣自当尽心辅助，朕可无忧。凡我臣子奉此诏如奉朕面谕，领遵无违。如有抗命不从、煽动谣言、分崩离析、结党营私者，人人得而诛之。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斗胆请示皇后太子，皇位禅让，姿势体大。皇上既然病重到口不能言、肢体又瘫痪的地步，何来意识立下此诏？这话什么意思？启禀皇后，御史大人的意思，无非指的是立诏的程序，有些许的瑕疵。右丞相所言差矣。太子是皇上亲自册封的，继承大位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何来瑕疵？左丞相，刑部大人，皇上英明果断，一心以国家为重，防卫大事攸关国家的前途、万民福祉。况且庄贤王堂堂一位王爷，掌管枢密院，国之栋梁，皇上一向深为倚重，他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之一，众所周知，有什么好遮盖的？何况国赖长君如果不让几位朝中的重臣大佬亲自请示皇上真正的心意，实在令人难以心服口服。是啊，这话说得不错，应该这么做，应该找几位德高望重大佬。各位大人胡闹，各位大人，太子就是唯一的继承人，这还有什么好争论的？我们一定要支持庄贤王。萧御史，萧御史，怎么了？
臣子，奉此诏如奉朕面谕，领尊无为。如有抗命不从，煽动谣言，分崩离析，结党营私者，人人得而诛之。来人呐！在！议论到此为止。各位大臣都累。你说，皇上到底怎么样了？你给我住口！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现在皇上已经下诏，上位给殿下了。你现在就等于是面对皇上，你知不知道？你们都下去吧。下官遵命。还发什么了？走走走。你们这样红眉毛绿眼睛的面对天下至尊，这未免也太不敬了吧？天下至尊，亏你说得出口！你真实的身世背景，万公公已经跟我们和盘托出了，所以你大可不必在此卖弄。因为在我们眼里，你不过是个欺世盗名之徒。你说吧，我绝不相信皇上会下什么禅位的诏书。你们到底把皇上怎么样了？你说，你快说，我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爹，叫得真顺口啊！什么叫造化弄人，莫过于你我现在的处境。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叫得了爹，爹却叫不了你，因为他现在就像个活死人，除了呼吸进食之外，嘴巴既不能说话，四肢也动弹不得。万姑，万姑，万姑！哦，对了，我还用1尺长的玉石镇尺试过，这么狠狠地砸下去，哎呀，这手啊脚的指甲都出了血了，他还是不能动，真惨！你们说，这不是活死人还是什么？你不是人，你猪狗不如，早就应该五雷轰顶了你！我轰死你！你这个丧心病狂！皇上好歹也抚养你20几个年头，你怎么下得了手啊你？你看，来人呐！这根本是阴谋篡位，天龙是假太子，宁香才是真正的公主，皇上真正的骨肉啊！你们弄错了，你们全都弄错了！我刚刚才露了一手杀一儆百，就把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给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就凭你们区区几个人，还妄想掀我的底？你吸得了人，你吸不了天。宁香，现在先别冲动，这么做是没用的。皇上现在还在宫里，身边都充满了豺狼虎豹啊。宁香，宁香，还是放聪明点的好，否则你就听不到大好的消息了。你会有好消息？太阳打西边出来。你不是心急如焚，心心念念着皇上吗？那我告诉你，你现在可以进宫了。不过，我还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就是你要跟我成亲了。因为孝顺的太子决定立刻用大婚来替父皇冲喜。记住了，现在你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资格。简单的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死鱼死肉，
什么时候任人宰割，全看我的心情。至于我高不高兴，那就全操之在你了。怎么？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吗？好，那我就来看看，是至亲先呢，还是至爱先呢？这造反叛乱可是极重的罪行，凌迟处死或五马分尸都不为过。够了，够了！我答应你就是了。凌香，坚强一点，千万不要被打倒了。你必须把我们的感情先放一边。为了皇上，你当然要进宫去，至少要先让皇上得到安慰。皇上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我们还有时间，天无绝人之路嘛！啊，相信我，天理昭昭，邪不胜正。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输赢还在未定之天呢。为求活命，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不是吗？怎么样？你给句话，我们就动身。让我也进宫吧，我求求你，我要亲眼见见皇上啊！让我回宫，我也要回宫。万岁爷老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万死也难辞其咎啊！让我回宫去，让我为万岁爷做牛做马吧！啊！让我娘还有万公公一起进宫，我什么都听你的。来人呐，开锁！殿下，我看最近天干物燥，到处意外频传，要小心火烛啊！是，小官谨遵训示。